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突发，徐凯谈松韵夜拍出事，剧组沉默18小时真相曝光。徐凯谈松韵夜拍事故风波，当真实与沉默成为娱乐圈最危险的剧本。在光影交织的片场，演员与角色之间常常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现实，而当镜头之外的危险突然降临，观众才意识到，娱乐行业的梦幻背后，往往藏着血肉之躯的冒险。近日，一则关于徐凯与谭松韵夜拍意外的消息在全网引发轰动。传闻中，两位演员在拍摄新剧夜戏时发生严重事故，片场一度陷入混乱。然而，令人震惊的是，据事件曝光已超过18小时，剧组、公司、经纪团队均保持沉默，真相被按下暂停键，只剩无数猜测与担忧在社交媒体上蔓延。据多名自称在场的工作人员透露，事故发生在一栋为拍摄而临时改造的老旧建筑中。当时剧组正在拍摄一场高强度的追逐戏，环境昏暗，灯光稀少，演员需在狭窄走廊中奔跑完成长镜头。目击者称，墙壁早就有裂缝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导演组催得紧，必须赶在天亮前收工。这句平淡的陈述，却像一根冷针刺入人心。追求效果的冲动与对安全的忽视，在那一刻形成了致命的张力。剧组原本只是想要一场紧张刺激的镜头，却没想到真的制造了一场惊悚大片。在混乱中，有人听到沉闷的崩裂声，接着是一片惊叫，灯光闪烁，现场陷入黑暗。据传，部分结构塌陷或地面松动，徐凯与谭松韵可能因此受伤。至今，事故的具体情况无人证实，究竟是坠落、碰撞，还是结构损坏导致，没有任何官方说明。这场事故最令人不安的，不仅是事件本身，而是事后的完全沉默。自消息传出以来，无论是两位演员的工作室，还是剧组及投资方，均未发表任何回应。在一个社交媒体即时传播的时代，这种无声状态反而被公众视为一种危险信号，是不是情况太严重？是不是有人在掩盖？微博上，徐凯平安谭松韵平安话题迅速冲上热搜，总浏览量突破5亿。无数粉丝通宵守在评论区留言祈福，求求你们报个平安吧，哪怕一句话也好。而与此同时，英文、韩文、泰文等多语言祈祷词也在海外社媒平台上出现，形成全球范围的牵动。娱乐圈向来以速度取胜，但这一次，信息的停滞比任何噩耗都更令人不安。正如有网友所言，在这个人人都有发声渠道的时代，选择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答案。双引号。在众多讨论中，不少业内人士提到一个关键点：徐凯亲自上阵的执着。自出道以来，徐凯以敬业著称，招摇从前，有座灵剑山烈火军校，皆因他敢拼敢演而出圈。他常常拒绝替身，坚持亲自完成高难度动作戏，用真打真摔换取镜头的真实感。一位曾与他合作的演员透露，他总觉得用替身是对观众不诚实，他要的是真实的痛感，真实的反应。这种专业精神固然值得尊敬，但在高风险拍摄中，也无形中推高了危险系数。尤其在夜戏、复杂环境、灯光不足的情况下，哪怕一个失误都可能酿成悲剧。事实上，中国影视行业近年来已多次爆出演员或替身在拍摄中受伤的案例。安全规范虽不断完善，但在赶进度、控成本的压力下，仍存在执行不严的漏洞。徐凯的敬业精神，在这场事件中，恰恰成为令人心疼的隐忧。与徐凯不同，谭松韵的荧幕形象一直柔软、温暖。
他凭最好的我们锦衣之下请叫我总监等句收获无数观众喜爱，被誉为最治愈的笑容。而在业内，谭松韵以专业稳重著称，不迟到，不抱怨，不摆架子，是剧组公认的好搭档。这一次，他与徐凯共同拍摄，据说有不少高强度动作戏。知情人称，两人那晚拍的是一场奔逃戏，他坚持自己完成，没有替身。因此，当事故传出后，网友最先反映的是他受伤了吗？他是不是为了救人？这种天然的信任与心疼，正是多年职业积累的结果。他身上的女演员温度，让事件更具情感冲击，因为观众早已不再将他视为角色，而是一个真实、善良、值得被保护的人。业内人士在分析这次事故时提到一个关键词：结构老化的取景的。为了追求质感和真实感，不少剧组倾向选择老建筑、废旧厂房或未完工场所进行拍摄。这些地方虽具视觉冲击力，却往往存在结构风险，需要额外加固与安全评估。一位资深场景设计师坦言，安全检查是规定动作，但在赶工期的时候，往往只做形式，预算有限，周期紧张，宣传压力大，这三重压力交织成了影视行业最危险的铁三角。当导演想要真实，投资方想要快，制片想要省时省钱时，安全往往被放在最后。而一旦出现事故，责任链条就像迷宫，是安全员疏忽，是制片指令，还是资金压力？每个环节都有推脱的空间，最终受伤的却永远是那些站在镜头前最闪亮的名字。他们在黑暗中奔跑这句话在网络上被无数次引用，它不仅描述了事故发生的场景，也成为粉丝心中的隐喻。那一刻，两位演员或许真的在为剧情奔跑，但在观众眼中，他们仿佛在逃离一个更庞大的隐喻，逃离被压榨的拍摄制度，逃离危险被掩盖的现实，逃离以结果论成败的行业宿命。粉丝们将他们的旧剧片段剪成祈祷视频，配上温柔的音乐与烛光滤镜，留言区满是请平安归来的字样。这种跨越屏幕的情绪连接，反映出观众与明星之间早已不再只是偶像与粉丝的单向关系，而是一种共感。他们不是在等待剧情结局，而是在等待一个真实生命的消息。在信息高度流动的时代，沉默往往比失言更可怕。外界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，如果真如传闻所说是场地问题或安全疏漏，那么剧组与管理方的沉默就可能意味着更深的责任隐瞒。有业内分析指出，影视制作若涉及安全事故，往往需经由保险、工会与公安部门的多方介入。在正式报告完成前，相关方会选择不对外公开，以防信息误传或责任提前定性。但这种程序性沉默，在舆论层面却极易被误读为掩盖真相。舆论的倒计时正在进行，越久没有回应，越多猜测涌入。当关心被拖成恐慌，当等待被误读为隐瞒，公众信任的裂缝便一去不返。事实上，这次事件也暴露出整个行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：一、安全监管的形式化；二、拍摄速度与成本的恶性竞争；三、明星敬业文化的被误读；四、对舆论透明度的恐惧。中国影视工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，但在硬件之外，制度的更新与责任的落实仍滞后。每一场事故都在提醒人们，镜头之外也需要安全导演。正如一位业内老前辈所言，一场戏拍得再美，也不值得用生命换。艺术的极致不应建立在危险的边缘。结语：愿他们平安，也愿行业清醒。截至目前，徐凯与谭松韵的具体状况仍未公开，也许他们已无大碍，只是等待恰当的时机对外说明。
也许事情远比表面复杂，需要更多内部协调与法律处理。但无论如何，这场风波已成为2025年内娱最具警示意义的事件之一。它不仅关乎2位演员的安危，更关乎整个行业的良知底线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观众的祈祷不只是为他们的平安，更是为一个能让演员放心拍戏、观众安心追剧的环境而祈愿。愿那一夜的黑暗成为照亮未来影视安全意识的一束光，而在这束光中，我们仍怀着希望。愿徐凯平安，愿谭松韵无恙，也愿所有追梦的人不再以危险为代价去换取真实的艺术。